他是写下“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的国学大使，只有中学文凭，却成为了清华的4大导师之一。他用人生3境道破了世间迷茫，却投湖自尽，死因成谜。本期视频让我们一口气看完王国维的一生。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在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州城双人巷一个素有声望的书香家族出生。他出生的这年，距离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30多年，腐朽的大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之中，仍持续维持着天朝上国的假象。但池水之下，暗流涌动，各种新旧势力、新旧思想都开始了激烈碰撞。这一年，康有为20岁，梁启超5岁，蔡元培10岁，这些新时代的中流砥柱，此时还在蓄势待发。王国维出生的这片江南水乡，自古以来就是繁华富庶、人文荟萃的文化圣地。在深厚的文人思想氛围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父亲王乃玉也难免沉醉其中。但可能是时运不济，他早年考中秀才以后，在科举这条路上就一直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而王家靠先祖浴血奋战积攒下来的那点声望，因为没有成器的后辈接上，在传到王乃玉这一辈的时候，已经日渐式微。为了躲避战乱，王乃玉流落各地讨生活。他卖过茶叶，做过油漆工，自己也开过小杂货店，做点小买卖。最后在溧阳县署当起了幕僚，至此生活才逐渐好起来。他工作之余也没落下对学问的研究，他博学多才，诗词书画均有心得。而王国维就出生在这么一个清贫但又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王国维的童年生活大多是在海宁这个小小的江南水乡度过的。他4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要为了生计不停在外奔波。小小的王国维作为留守儿童，自小就跟着祖母长大，在日渐一日的等待中，逐渐养成了沉默寡言、不爱笑的性子。幼时的这段成长经历，是王国维人生中短暂却又深刻的生命记忆。他悲观忧郁的性格底色也孕育于此。1883年，7岁的王国维被父亲送到了私塾，就此开始了他的启蒙教育。王乃玉对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靠科考这条康庄大道，带领整个家族走上新的台阶。后来，王乃玉甚至直接辞掉了幕僚的工作，专心当起了全职爸爸，整日待在家里辅导王国维的功课。就像现在无数个被孩子功课逼疯的家长一样，王乃玉也没逃过这一遭。幼年的王国维也是个小屁孩，学习拖拖拉拉，学不进去不说，不懂的也不请教老师家长。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患无身之后，子孙既起不如无。王乃玉大失所望，觉得这小孩畏缩拖沓的，缺少粘人的锐气，长大了也很难有出息。不过失望归失望，终归还是自家的崽。王乃玉专门拜访了当地有名的一位金牌教师，把王国维送到了那读书。没想到在父亲眼里很难有出息的这个孩子，却逐渐展现出了读书上的天赋。1892年，15岁的王国维一举考中了秀才，将才名打了出去，被誉为海宁4才子之一。在父亲的悉心培养下，王国维读过万卷书，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他均有涉猎。不过长大以后的王国维依旧不喜欢读八股考试的参考书目，他痴迷于钻研各类历史书目。16岁时就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汉书》来读，期望从中寻求到人生的答案。1892年，在父亲的催促下，王国维踏上了漫长的科举路。他去杭州参加府试没中，1893年再次参加府试，还是没中，直到1894年，他才考入杭州崇文学院读书。在这段时间里，王国维的人生目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大清帝国这艘早已爬满虱子的大船被一个浪头撕开了表面的华美外衣，举国上下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随着这波浪潮涌入了国内，救亡图存的思想在国内大肆传播。在书院读书的王国维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冲击，他对传统的科考入仕之路产生了迷茫，对西方传来的新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大清帝国的命运飘忽不定，依附于这艘大船上的他们，前路也蒙上了一层大雾。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一大批不满时局、立志学习西方文化技术、
以救国救民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迫切地需要新的思想来指导他们走通科学救国这条路。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迅速地跟上了近代化的脚步，教育系统较中国来说更加完善发达，又因为与中国距离较近，留学费用相对低廉，所以日本成为了这批爱国志士留学的首选之地。王国维也想着去日本留学，却因为家境的原因不得不搁浅。1898年，21岁的王国维在家里的安排下，与青梅竹马的莫氏结了婚。他放弃了本就不感兴趣的科举路，开始积极研究心学，一边在家乡做着私塾老师，一边研究着国外传来的洋文书籍。外边的世界兵荒马乱，接收到了新思想的王国维心怀满腔抱负，无处施展。他决定离开家乡，去更大的世界看看。1898年，22岁的王国维来到了繁华的上海，他到时务报馆做起了书记员。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在当时可以说是无数年轻人的偶像，王国维也不例外。他满怀憧憬地期待着能和偶像一起共事，能通过这份工作来展现自己自奋心学的抱负。但没多久，王国维就失望了。偶像梁启超在他入职的前几个月就辞职离开了这里，而这里的工作内容也没他预想的那么体面。所谓的书记员其实就相当于是个打杂的活，除了本职报纸校对之外，还得负责当门房，收发信件、访客登记，有时候还得帮大老板王康廉抄往来的信件。王国维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小身板、八字胡、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条猪尾巴状的小辫子，鲁迅蜡平他，老实的像火腿一样。这种性格让他在职场上成了个独行侠，没什么朋友。压抑的工作环境让王国维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当月发的薪水更是成为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扣除预支的生活费6元以后，到手也就6元，这点工资还不够他下个月生活的。什么救亡图存，什么理想抱负，在生计面前都得靠边站。王国维十分想离职，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实在没办法，他只能精神励志，一边干活一边摸鱼读史。这一年正是戊戌变法之年，这场试图挽救国家存亡的变法被强势镇压，大清帝国的命运变得更加迷离。他有感于历史的深远悠长，从中体会到了个体的悲欢心绪。他写下了《咏史诗20首》来寄托自己失意的生活。西域纵横近百城，张辰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现在人们提到王国维，大都是着重于他在文学、美学方面的成就，其实他的诗才也十分出众。就连一向对人有点苛刻的胡适也曾略带调侃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而这几首咏史诗也正是成为了改变王国维命运的契机。他因为这首诗结识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贵人罗振玉。罗振玉是京师考据学方面的专家，家底十分丰厚。甲午战争以后，他意识到了固守成规的模式不再适用于当代。为了培养翻译人才，他特意与好友汪康年成立了东文学社。王国维上班2个月以后，罗振玉在报馆读到了他写的这首诗，大为惊叹，觉得这肯定是个胸中有天地的人才。他当即邀请王国维去他的东文学社读书。罗振玉给王国维开创了每月30元的高薪，解决了王国维的养家问题。在东文学社内，王国维开始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他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哲学。中文学社参考了日本师范学制，除了日文、英文课程以外，还有史、地、数理化科目，甚至还专门聘请了多个日籍外教来为学生们授课。其中有一位田冈佐代之先生对王国维影响很大。在这位日本老师这里，王国维首次读到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主义。叔本华说，人生就是一团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欲望得到满足就无聊。人生就像钟馗一样，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而人生最后的结局又是死亡。所以说，人生根本就没有意义。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也有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浓厚的悲观色彩和悲剧精神一直贯穿在王国维的整个人生观当中，而现在他在叔本华的文字里得到了共鸣，为学问而生，
非为生而学问。王国维的学问起源于他人生之大义，处在这个社会问题、学术思潮、人生观念大裂变的时代。王国维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未来的方向，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他积极地投身于学术，以此来慰藉人生。1900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王国维终于实现了他的留学梦，踏上了日本求学之旅。但到日本还不到半年，他就因病返回了上海，身体虚弱，性情忧郁。在此后的10年里，王国维专心投身于哲学研究，在上海进入了他为兼通世界之学术的独学时期。他坚持哲学及其真理的超越性，认为哲学能满足人之形而上学的深层需要，国艺文化也不能无哲学。为了反驳张之洞的哲学有害无益论，王国维写了《哲学辩惑》一文来，详细阐释了哲学的无用之大用。他强调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他认为哲学集真善美于一体，不管是什么变革，首先需要改造的都是人的思想，而改造思想必须需要教育学，需要哲学。王国维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也靠这篇文章名声大振。1903年，王国维在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张謇先生的聘请下去了通州师范学堂教书。他在这个学校担任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员。他一边上课，一边潜心攻读哲学，把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大家研究了个遍。不到半年，又在罗振玉的邀请下跳槽到了苏州师范学校，同时在罗振玉主办的杂志《教育世界》担任主编一职。在主编《教育世界》期间，王国维大量地译著西方哲学、伦理学的各种作品。他探讨教育现状，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观点和意见。1904年，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美学思想为基础，结合了道家、佛家的哲学思想，以审美的眼光剖析了《红楼梦》的小说主旨，来系统地回答了《红楼梦》为什么能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这一疑问。他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非图提出此问题又解决之者也。《红楼梦》的精神内核是描写人生的痛苦，寻求人生的解脱之道。王国维在论述这一点之前，先论述了人生的本质和生活的性质。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人生的本质是痛苦。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欲望产生的，而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人类社会的一切本就是在欲望与痛苦中建立的。人们常说，人总是会被少年不得之物困其一生，但人生本就永远没有尽得之事。少年时渴望摆在精美货架里的芭比娃娃和变形金刚，长大了惦念的又是水晶展柜里的另一样东西。我们总在向前走，也总在对得不到的东西念念不忘，这就是痛苦的根源。但世间只有一样东西是非功利的，是与我们的欲望没有关系，那就是艺术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艺术的作用就是暂时让人忘却物与我的关系，使我们从欲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王国维觉得，真正符合这种超然利害物我标准的中国文学作品只有《红楼梦》。关于这一点，王国维先生还详细列举了几个观点，咱们在这儿先不多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王国维的这篇《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被誉为红学史上的里程碑。它也成为我国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的人。文学无关功利是王国维文学思想中的主要体现。他并不追求文学的实用功能，他觉得哲学与文学一样，本质上都是建构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的东西。严格来说，王国维并不是一个用文字改造社会的社会活动家，他显然更倾向于用自己的弊端来挖掘生命的情感。1905年，长期在上海奔走的王国维回到了家乡海宁，他见到了分居多年的妻子莫氏。他们二人虽然是包办婚姻，但感情一直很好。王国维看着还不到30岁的妻子在生活的搓磨下已经面色憔悴，容颜衰朽，他心里满是感激和怜惜。阅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雨天俱没。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
朱颜辞《镜花词术》这首写尽重逢之喜、重逢之苦的蝶恋花，堪称封神之作。王国维对人生的惆怅和感悟也皆在其中。1908年，在苏州师范学校教书的王国维写下了他的主要著作《人间词话》。很多人可能对王国维并不熟悉，但您肯定听过他那著名的人生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这三个哲学问题是我们一生都在探寻、在寻求解答的问题。而王国维用这三个境界告诉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实现和创造自己的人生意义。立守得，确立，坚守，得到。我们得明白自己要去哪儿，想去哪儿。在《纳瓦尔宝典》里有这么一段话：在每个岔路口选对方向，其重要程度要远远超过前进的努力程度。人生就是选择正确的方向，然后朝这个方向奋力前行。好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顺着这个方向一直努力，放平心态，耐心等待结果的到来。这便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终其一生，王国维都在以学术探寻人间的意义。他的探索之路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他醉心哲学，渴望通过哲学来解答人生中的疑惑，通过哲学来完成精神上的自我解脱；而后半生他逐渐意识到，于世而言，纯粹之哲学无助于当时中国国民之解脱。他由新学的坚定追随者转变成了旧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人间词话正是王国维由哲学研究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信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急了清政府的命，急了封建王朝的命。为了躲避战乱，王国维带着全家老小，随着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在日本生活的5年里，王国维观察着时局的动荡，将一腔情感完全融入到了笔下。他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他专攻经史小学、古文字、服装、建筑、戏曲均有研究。他热衷于从史料和文物中寻找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他在日本期间写下的《阴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将殷商从传说直接变成了确凿的史料。他挖掘考古了敦煌的大量文献，向世界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他偶尔也会叹息于清王朝的兴亡。百尺朱楼林大道，楼外清雷，不见昏河晓。独倚栏杆人窈窕，闲中树，近行人小。一刹车尘生数秒，莫上楼头，都向陈终老。饱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商流辽。王国维是一位兼具诗人和哲学家气质的自我观察者。他如同词中登高远望的女子，望着城楼之下的人来人去，车来车往，最终一切都成空。他哀叹的到底是一个王朝的远去，还是一个文明的悲哀？我想是后者。在日本的5年是王国维人生中最为安定的5年。1916年，迫于生计问题，王国维只能再次回国。回国后的王国维惊奇地发现，皇帝溥仪仍然端坐在紫禁城，保留着皇帝的尊号。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好像改变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改变。王国维对清廷燃起了无限的希望，他好像又找到了旧文化的承载和依托。王国维巨大的学术成就和声誉，让他一回国就受到了多所学校的聘请。蔡元培也热情地邀请王国维去北京大学任教。王国维是坚定的旧文化拥护者，他对蔡元培支持革命的想法十分不耻。但北大确实是研究者的好去处，在蔡元培4次邀请之下，王国维还是接受了这个职位，但他拒绝领取北大的薪酬。1923年，溥仪在国内海选有识之士，王国维以秀才之名接受溥仪征召入宫，当了帝师。当时在南书房工作的大多是进士、翰林以上的学识大佬，溥仪给了他极高的礼遇，赏他5品头衔，允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罗振玉还专门给他刻了一枚文学侍从的印章。王国维觉得这次经历是200年未有之恩遇，他勤勤恳恳地上岗就业，为大清燃烧着热血。但这场梦终究是要醒来的。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
王国维自觉受到了奇耻大辱。他身为帝师，是要与大清王朝共存亡。他与罗振玉等好友约好了要去神武门投河殉国，却被家人死死拦住。1925年，胡适两次邀请王国维去清华就职，都被拒绝。万般无奈之下，胡适请溥仪下了一道入职诏书，王国维这才奉诏进入了清华园。辛亥革命以后，许多人都陆续剪掉了辫子，就连皇帝溥仪也换上了新式造型。到最后，北京城只有2个人拖着长长的辫子，其中一个就是王国维。他拖着辫子，穿着布衣长袍，沉默地走在清华园里。他不断地穿梭于心学之中，将西方美学、哲学与中国文化结合了起来。他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琦被称为5星巨魁的清华5大导师，培养出了一大批卓越的学术人才。1926年，王国维的长子王乾明病逝于上海。没多久，他结交近30几年的挚友罗振玉也因为姻亲关系与他断绝了交往。49岁的王国维接连遭受2次严重的打击，他精神一度恍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之中，纯粹的学问无立足之地。王国维就像是被遗忘在旧世界的殉道者，他固执地坚持着他的学问，但现在他慢慢看不到自己所信仰的这个旧文化意义和出路到底在哪儿。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吃完早餐以后，准点去清华园上班。他认真地为毕业研究生评定完了成绩，与同事侯厚培讨论好了招生事项，随后找他借了2元钞票，打车前往颐和园。在昆明湖鱼藻轩前平静地抽完一支烟以后，跃身跳入了湖中一代大师，就此被时代浪潮湮灭。王国维死后，人们在他内衣口袋里发现了他留下的遗书：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便亦无再辱。我已经50岁了，只是等死而已。发生这种事情，已经没有比这样更屈辱的事情了。王国维这短短16字遗言，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猜测。他到底为什么要投湖自尽呢？流传最广的是这3种说法：一说是王国维与罗振玉合伙投资生意失败，欠债太多，实在还不上了，一介书生却债务缠身，着实不太体面，实在没办法，只能自寻短见。一说是一直以清朝遗老自居的王国维接受不了中华民国的来临，自杀殉清。还有一说，王国维是小屈原投江，他曾在《屈子之文学精神》里大肆赞扬自沉于汨罗江的屈原，而如今他也要随着屈原的脚步来正自己的道。我本人更倾向于最后一种观点，王国维是为殉道而死，为日渐衰微的中华文化而死，为学问而生，非为生而学问。王国维的学问起源于他人生之大义，不管是对哲学、文学还是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是以解决人生问题为出发点。但随着时代的大变局，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并不能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王国维执着的是清王朝吗？我想不是，清王朝更像是王国维对旧文化的一个情感寄托。当这种文化逐渐被时代抛弃，一介书生还能剩下什么呢？唯有一死。王国维的一生悲凉又辉煌，他终其一生都处在对人生意义的探寻之中。他的结局突然但又必然，就像他的挚友陈寅恪在他的挽联中写的：凡一种文化，知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成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待既达极深之度，待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亦尽也。陈寅恪写的是王国维，也是他自己。这是自古至今所有善于观察人生却无力把握命运的智者的共同悲哀。人生只4风前序，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评。人生本质上是充满苦痛和悲剧的。如果坚持用旧的眼光改造世界，无论人们如何挣扎，都逃不开痛苦的宿命。只有更新视野，才会获得新的救赎。人生就像是一场探索，我们总会经历不同的阶段，迷茫和彷徨都是人生的必修课。但我相信每一次经历都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成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似，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光永。提到王国维，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评论区里聊聊吧。